这是一只善良的狗狗，它千里迢迢只为寻找主人。它叫莱西。微风吹动莱西棕白的毛发，时至寒冬，落霞的余晖消失殆尽，涌变一抹漆黑。它脏乱的身影逐步前行，眼里闪着光，迸发出坚定的力量。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回家。回家是流淌着的涓涓热流，温润着内心干燥的冰窟。那是一抹难以道尽的溯源，雪花落打在他的身上，把时间融回了半年前。二战的前夕，世界各地动荡不安，看似平静的英格兰，实际却是暗潮汹涌，下层人民生活艰辛。小男孩乔正在上课，他时常溜号遭到老师的狠打。能慰问他的宠物莱西，每天都会在他放学时，在学校的门口静静等待，并用舌头安抚他的伤痛。鲁德林公爵和孙女看着莱西，他们很喜欢这个小家伙，并决定购买莱西。管家灰头土脸地回到城堡，他开出了15英镑的价格，但乔的一家还是拒绝了。一家人仅靠着父亲山姆的微薄收入勉强生活。山姆是个煤厂工人，每晚回家后，他全身都黑黢黢的。煤厂的煤炭越来越少了，眼看就要面临失业。面对15英镑的高价，山姆与妻子思来想去，难免有些动摇。乔偷听着父母的谈话，恳求不要将莱西卖掉。隔天，煤炭工人们面色沉重，从工厂全都回来了，父亲也失业了，一家人的生活迫在眉梢，甚至交不起房租。在这种窘境之下，山姆与妻子改变了主意，他们神情凝重地告诉乔，莱西卖给了公爵。此时，莱西被关在了公爵家的大铁笼子里，他神情低落，趴在角落不吃不喝。又到了乔快要放学的时间，莱西一如既往赶去赴约，他在笼子边缘刨了个坑，接着钻到了外面，焦急地跑向学校。莱西被卖走后，乔整天都昏昏沉沉的，连放学都始终低着头。莱西的突然出现又让他惊喜万分，他把莱西带回了家，但父亲却把莱西又归还了公爵的管家。管家拉着莱西开车驶向城堡，在路上遇到了赶羊群的农夫，绵羊群挡住了车子的去路，莱西趁机再次跑了回去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亲自把莱西送了过去。乔看着莱西被关进铁笼，为了不让莱西再次回来，他立刻表情严肃，硬着头皮对莱西说下了狠话。他让莱西再也不要来烦他们，甚至还骂他是一只坏狗。说完后，他似乎有些后悔言行，头贴着父亲落寞地离开了。之后，乔整天上学都心不在焉，马上又要放学了，他有些惴惴不安，对莱西的这股感情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深深的依恋。管家为了不让莱西再次跑出去，铁栏之下加了一层护栏。莱西知道乔马上就要放学了，他不停地徘徊在笼子内，焦急之下，他从铁笼子飞奔而跃，翻过了高达几米的铁网，直冲乔的学校。目睹这一幕的管家愤怒地来到了他们家，但莱西却不在这里。管家有些气愤，他对山姆说，公爵明天就会把莱西带到苏格兰了，到了那里他想跑也跑不掉了。山姆在田野上找到了他们，莱西和乔坐在溪边，乔亲切地抚摸着莱西的额头，心里升起一股暖意。山姆对乔说，莱西并不属于我们了，这种做法属于偷。二人一狗走在青绿的草地上，山姆说，莱西明天就要去苏格兰了，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就算你变成大人了，也走不了那么远。晚霞映起了一片橙红，火车行驶在大桥上，一缕黑烟冉冉升起。莱西来到了距离乔1200公里的苏格兰，换了一个新环境，公爵更是对他呵护有加，不仅叫人帮他梳理毛发，还让管家带着莱西一起玩耍。在莱西走后，乔情绪低落，他独自躺在床上。母亲告诉他，我们一家都要吃不饱了，留下他，我们跟他都要没饭吃。有时候你要学会放手，你应该高兴开心地看着他，就当他去冒险，引以为傲。乔趴在一旁不吭不响，母亲在楼梯上偷偷地抹着眼泪，沉默地爆发着的无奈。公爵的孙女看着闷闷不乐的莱西，似乎读懂了他的寂寞，他决定帮助莱西逃跑。隔天中午，管家如期地遛着莱西，但莱西却并没有百依百顺。管家在一气之下用皮鞭子抽打了他，几声凄厉的嚎叫响彻花园。莱西挣脱了狗套，立马就窜了出去，管家在后面一路追赶。这时，公爵和孙女回来了，孙女见状正好就为莱西打开了大门，莱西趁机跑了出去。公爵看着管家手里的鞭子，生气地质问管家，他非常痛恶打狗的行为，管家也因此丢掉了饭碗。晚上，父亲来到了乔的床边，他告诉儿子，他马上要响应国家服兵役去了，让本就伤心落寞的乔更加雪上加霜。天渐渐暗了下来，外面下起千丝万缕，雨滴给原野披上了一点朦胧。莱西在荒废的农屋内歇息避雨，度过了一晚后，第二天他再次起身上路，就像一匹不知疲惫的野马。在路上，他遇到了开车的农夫，吓得农夫猝不及防，莱西及时的哈了下去，避开了险境。农夫发现这是公爵家的狗，立刻就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在村里找到了莱西，莱西立马就跑了出去，警察在后面追赶。此时，公爵的车子开到了他的前面，面对前后包夹，莱西纵身一跃，笔挺着身躯从车子上面跳了过去，踏过幽静的山谷，穿过潺潺的小溪。乔每天闷闷不乐，时常精神恍惚，每到放学的时候就会幻听到莱西的叫声。接着，莱西误打误撞地跑进一家农场，农夫却以为他是偷鸡贼，拿着猎枪将他赶了出去。穿过一座幽静的山谷，围绕过明净的湖面，翻过一座山，又有数不尽的山。站在山顶之间，俯瞰群山的缭绕缥缈，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湖面透出一片波光荡漾。
莱西跳进了小河，随着摆动缓缓流淌，来到了车水马龙的城市。他全身上下一片脏兮，甚至有些迷途，不知所措。捕狗队此时正在巡逻，他们把莱西当成了流浪狗，下车用麻袋困住了他。路人们纷纷围观，一些好心人见状愤愤不平，难以接受这样粗暴地对待一只狗。莱西似乎明白对方的意思，最后他乖乖地自己跳进了车厢里，与其他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一样。捕狗队把莱西带到了狗狗的集中营，在这里，如果没有人出面认领这些狗，捕狗队就会将它们安乐致死。走廊内，莱西并不妥协，他挣脱了束缚，跑了出去，误打误撞间来到楼上的法院审判庭。一时间，审判庭变得鸡犬不宁。莱西跑到了窗台上，他纵身一跃，跳到了旁边的墙上，接着他搭上了顺风车，成功的再次逃离了险境。好心的路人来捕狗队一探究竟，当得知莱西逃跑后，这才长呼一口气。此时，莱西穿遍了大街小巷，再次来到了田野间。皮特开着马车在他的前方，皮特看他可怜，好心的递给了他一块食物，但莱西却不吃地上的食物，哪怕已经饥肠辘辘，也要保持着他的绅士礼貌。紧接着，皮特一路前行，当他停下来休息的时候，莱西也紧随着停下了脚步。皮特似乎找到了秘诀，他把食物放在盘子里，再次递给了莱西，莱西这才开始吃了起来，并与同行皮特一起上路。皮特是一名四处路演的玩偶师，跟在他身边的还有一只狗，名叫是小俏妞。小俏妞是他的搭档，跟着他一起表演，而莱西则成为了助演的狮子。能听懂人类语言的莱西很有演技天赋，惹得孩子们接连鼓掌。表演过后，他们来到灌木丛歇息。此时，两个强盗盯上了他们，看着矮小的皮的，他们认为侏儒一定很有钱，身上一定有金子。嗅到危机的莱西和小俏妞发出了几声警惕的叫声。两个强盗拿着兔肉来到车旁，惺惺作假，只抱不住火。说了来意之后，两边在车上动起手来。比特由于身子小而吃了亏，小俏妞这时挺身而出，为比特拦住了这一击。同时，这一击也让小俏妞彻底安静地躺下了。目睹这一幕的比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，准备与他们来个你死我活。这时，莱西在一旁死死地咬住了一个强盗，局势瞬时扭转，两个强盗最终落荒而逃。他们倒是逃走了，然而小俏妞却再也回不来了，只留下他逐渐失去温度的躯体。隔天，比特用石头埋葬了小俏妞，气温开始逐渐变凉，冬天快要到了，皮特没办法陪着莱西一起走了。一人一犬拥抱过后，他们就此分道扬镳。恍惚之间，来到了冬天。这时已经到了圣诞节了，乔和母亲在教堂虔诚的祈祷。山姆在这一天也终于回来了。莱西步履蹒跚走在马路上，时隔1200公里，他也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。最终，他精疲力尽地躺在地上。他的狗朋友见状，焦急忙慌地奔向教堂，拖着乔的袖子，把一家人带到了外面。看着躺在雪地的莱西，山姆抱着他来到了医院。医生说：“我不能保证他活下来。”他长途跋涉地回到家，就会心满意足地睡着，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一家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里。一晚上，他们一直守住他的身边。公爵的前管家看到昨晚这一幕，找到了可以官复原职的机会，不肯善罢甘休地找来了警察，随后强行把莱西带到了公爵家。公爵走到殿堂，知道了管家的来意之后，他不敢置信看着躺着的莱西。随后他说：“大老远从苏格兰跑回来，你们以为我很好骗吗？这不是我的狗，你们捡到的是一只流浪狗，而我买的是健康的大狗，不是这种生病的杂种狗。”说罢，他便拉着孙女离开了。当然，这是个善意的谎言。当他得知莱西能不远万里回到乔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明白，莱西的心并不在他这儿。他被莱西的这种精神深受打动，就此，老管家的计划泡汤了。许久之后，莱西最终铤而走险地活了下来，一家人也终于整整齐齐地团圆了。此时，他们正在田野游玩，公爵的车子停在了他们的身旁。他下车说明了来意，他想聘请山姆来当他家的宠物管家。谈笑之间，山姆和妻子欣然接受了。许久之后，公爵的孙女来到乔的家里，莱西生了一群嗷嗷待哺的幼崽。两个孩子和狗群来到田野，开心地追逐嬉闹起来。心灵犬莱西是由查理斯·斯特里奇执导，于2005年上映的作品。影片翻拍自1943年电影《灵犬莱西》。影片获得第12届广播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家庭电影、第4届爱尔兰电影电视奖最佳爱尔兰电影、最佳音效获奖提名。这是一部很冷门的豆瓣电影。《灵犬莱西》在还未拍成电影之前，就已经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儿童读本。书名又名《莱西回家》。几年前就曾看过这部电影，至今再来看这部电影时，也能回顾起当时的泪眼汪汪。故事以圆满收尾，莱西并未死去，最终生下了一群嗷嗷待哺。莱西在这段漫长的回家旅途中，在没有到达终点之前，对他来说绝不会停解，一切都在朝着念头前进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男孩主人还在等着他，看不到他，他会很伤心的。透过3次的回家旅程，展现了莱西的坚强、韧性，他的执着及勇敢。是的，我们可能因为贫穷抛弃他们，可他们却不会因为贫穷抛弃我们。或许有时候你付出的只是一点点，然而他们回到的却是一辈子。无论富裕还是贫穷，他都会对你不离不弃。